朋友们，人生的一切迷茫、焦虑、抑郁呢，其实都是因为你离那个真我越来越远。如果把生命看作是一台转动的风扇，当它转动的频率到达一定程度后，我们就看不见扇叶了。如果转动的频率达到光速，那么扇叶就会在你眼中彻底消失。而当转动频率降下来，你就会再次看到扇叶。当彻底静下来时，转动频率降为0，你就能清晰地观察到扇叶的每一个细节。所以如果意识与万物本为一体，一开始都是最高频率、最高能量的光，这个光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可见光。高频率的光是看不见的，而这种最高频率的光，我们暂且称它为常寂光。当意识想观察的时候，一部分光根据意识的需要，把频率降下来，化为了可见光；还有一部分光把频率降到了几乎停止的状态，就成了物质。物质是最低频率的光，但也不是绝对静止。当意识执着于可见的光影，意识频率就会降到和光影相同的频率。当意识执着于物质，就降到了最低频率。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识都在最低频率，在最高频率的地方依然有无量的常寂光。我们的意识可见的宇宙都只是常寂光的一小部分，这一小部分频率最低的事物持续吸引着无量的常寂光，不断地生出意识来观察降频成可见宇宙。所以我们观察到宇宙一直在膨胀，所以我们处的世界只是3000大千世界中最粗的部分。而创造这个世界的根本能量是什么？就是欲望。所以有人称我们这个世界为欲界。如果说世界都是我们心的投射，那欲望就是这个念念相续的根本动力。而这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，任何一种事物，我们都把它分别成阴阳两面，包括我，一个真我，一个忘我。在阴阳的理论中呢，我们常把正面的、积极向上的归为阳，把负面的归为阴。所以真我即是阳，忘我即是阴。而真我有觉与见的功能，它创造一切，觉见一切。佛家称它为真心自性，它是相对于忘我总是攀缘外物，然后被客尘烦恼所障碍的那个妄心而言的。当然，如果这样解释呢，对于很多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，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大而空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掰开了揉碎了，讲一讲什么是真我。在这个三维空间里面，我们如何去找寻那个真我？正如佛家所说，我们这个身体不过是那个忘我，而不是真我。虽然真我创造了一切，觉见一切，但是它无法体验。就好比你拍了一部电影，你知道画面里每一个细节，但却无法投入电影中去体验。如果我们把电影中的场景叫做色，那真我为了体验而创造出了电影中的色身，而这个色身需要感官来与电影中的场景互动。于是真我为色身创造了眼耳鼻舌身5种感官，继而又把觉见的功能投入到5种感官当中，就成了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触觉。见的功能就分成了看见、听见、尝见、闻见、触见。所以无限的觉见分化成了5种有限的觉见，也被限于所在的5种有限的觉见当中。人有了5种觉见，便与电影故事有了互动，继而产生了觉受。通过觉受产生了以5种感官为基础的识别，产生了思想。思想控制色身对万物的感受产生反应互动，于是就有了行为。色受想行识5种体验即为电影故事，所以是妄想。而电影中的色受想行识凝聚成一个忘我，真我为阳，忘我为阴。色受想行识5种体验又叫做5阴，也叫5蕴。
我们都是电影中的人，五阴给我们的体验感受非常强烈，这便是五阴炽盛。炽盛的五阴掩盖了真我，认为五阴就是我。我们对五阴的执着，让我们在电影中不断的循环流转。进一步说，正是由于这个忘我的存在，真我才无法显现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当你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的时候，你就会受到限制，成为了一个有限的个体，脱离了无限的空。人生的悲哀是什么？就是源于这种对于有限形体的追求。佛家说真我的本质就是空，就是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但是又无处不在，因为空才能生出一切有。而忘我呢，正是由于有形，所以才受到了各种的束缚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三维世界的人，以有限的形体以及有限的思维，去思考那些追求无限的空的本源，当然是不可能找到真我的。正如有一句话说，人类只要一思考上帝就发笑。事实呢，也确实如此，因为人一旦思考，就会距离真理越来越远。那么对于个人而言，既然思考无法让我们找到真我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很多人在这个世上的常态呢，就是总向别人去解释自己，活在别人的眼里，人云亦云，随波逐流。那什么才是真我呢？我先问你，你确定你是你自己吗？如果我再问你，现在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天你被误抓进了精神病院，那你怎么证明你是一个正常人？因为那个时候你所有的解释还有说明都是苍白的，你唯一能做的方式就是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过正常的生活，这是你证明自己是正常的唯一的方式。因此，只有不试图去证明自己正常的人，才是一个真正的正常人。看看现在我们身边的人，多少人每天都在拼命地解释自己，然而无论你怎么解释，你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在别人眼中会有多少个版本，也不知道别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悄悄地诋毁你。因此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置之不理，更没有必要去解释和澄清，因为懂你的人他永远都会相信你，不愿意相信你的人，无论你说什么，他都不会信你的。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千万不要从别人的嘴里去认识另外一个人。被人理解呢是幸运的，但是不被理解也未必是不幸。要做的就是那个真正的自己。我曾经呢经常会想，我的性格如何？我的天赋是什么？我该如何树立我的理想？但是转念一想，我们好像都被当成标准零件一样去培养，我们的爱好、特长、天赋、个性都被一点一点地磨平，然后卷入这个社会的大机器里边被搅碎，最终一起内卷，苟且偷生。而这个社会上的一切，仿佛就是为了碾碎那个真我而设计的。我们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，按照社会的标准成长，要不断地忽略自己的特点，最终彻底迷失。那我们该如何链接真我呢？就是找到自己的天赋使命。那什么是自己的天赋使命呢？有一个核心的标准，就是看看你做事情的动力来源是来自你的心，还是来自你的大脑。大脑的声音通常都是嘈杂的、混乱的、追逐的、比较的，而内心深处的声音呢，永远是安宁的、自在的、喜悦的、平和的。这是区分大脑声音和内心声音的一个最根本的方法。当你在做你天赋使命这个方向上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享受、安宁，不会疲倦，不会说为了谁而做，而是真诚地发自于你的心的。而如果说这个事情只是你大脑的一个声音，
大脑的一个信念，比如你基于对于现实的判断，这个工作很挣钱，这个工作比较体面，这是父母希望我做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做这个事情的动力核心来源是来自于外在的投射和定义，你是为了来自别人、他人、父母、社会给予你的标准，基于你的期望，基于你的方向来做的，那么它肯定不是你的天赋使命。天赋使命指向的是你内心喜悦、安宁、自在，并且能够持续的事情，而不是为了做、不得不做、强迫去做的事情。它不来自于你头脑的信念模式，而来自于你的心念。这个心不是砰砰跳的肉团心，而是链接高维的心。也就是说，天赋使命是链接高维的。你在你的信念里、头脑的杂念里，在对外的追逐比较里，永远无法找到。它必须要从心而觅，从心去寻找。但是这个寻找呢，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真实的寻找让你去找，也就是说，并不是真的让你去寻找什么。如果说你真的执着于我要去求什么、寻找什么，那么你就着相了，肯定也没有办法找到天赋使命。这个寻找指的是响应，响应的状态和寻找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响应就好像水顺流而下的感觉，就是你跟随你内心清明、喜悦、自在的声音去做，是跟随，是观察，然后呢，顺流而下这样的状态。可以说，天赋使命是我们连接真我的通道，也是连接高维世界的通道，因为它是与生俱来的，是我们从本源带来的，唯有它才可以连接到那个真我，连接到高维的空间。一旦打开了这个通道，我们就可以随时的获取高维空间的能量，并且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。我们要明白，生命只是一场体验，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人为去定义、赋予的。有人为名，有人为利，有人为一个家等等，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。而当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剧情的安排，都是内在投射的影像，你要做的就是当一个观影员，来什么就体验什么。何为体验？就是接纳、允许、随缘。比如你失恋了，如果不能接纳此事，一直执着在上面，那你生命能量就停留在这件事上了，言行举止所有的能量都会围绕这件事，你就与外界产生了对立。什么时候能做到接纳允许，你才会回到当下，才能离苦得乐。有的人在体验中完成了升维，获得了智慧，提升了内在频率，而有的人却将自己的频率拉得更低，坠入了深渊的频道。所以祖师大德们早就发现了这些真相，并教导我们，这些体验存在的目的并不是让你生活过得更美好，而是为了摧毁和破坏你对这一生的执着，让你找到回家的路和唤醒你本自具足的光明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